嗨，大家好。原本在第二支影片呢，想跟大家聊的是跟 COP 封装相关的部分，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在 PTT 上，还有在上一支的留言下方有一些攻击的一些内容。这一些呢，我们就要从一位网友的留言开始看起。第一点呢，他认为如果真的如维修单上面所写的，用1200去更换萤幕总成的话，那不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吗？那2、3、4点就是他不懂我是如何100%确定对方是写手。第5点呢，就是他认为对方也是在针对滤线的原因做一个推测。那他推测的方式是焊虚，可能过热，可能因为开高刷，可能因为开 LOD 等等，跟我的方式都是一样是推测。所以他觉得对方不是在带风向。那我们就先针对第5点的部分来做回复。根本在你说瞎话，里面那里有出现虚焊跟开 LOD 这几个字，周先生的用字遣词里面没有出现这几个字的话，你是如何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帮对方想说对方的思路是这样子想，所以他也是一个推测，他并不是在带风向。好，那再来第2点2、3、4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。那第一点呢，就如果真的用1200去更换萤幕总成，不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吗？但是其实呢，你知道有多少的案例修了又坏掉，修了又坏掉，而且上面说修萤幕总成，但是很多呢都是被送去外面。那修回来呢，萤幕上面原本的刮痕还在，所以原本说要换萤幕也没有换萤幕，这个问题真的非常严重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就先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会这么确定对方是写手，因为其实大家在上一支的影片看到的内容呢，都是一部分而已，有很多内容我没有放出来。那今天呢，就借由这个机会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些内容。我其实在加入这个自救会的第3天，7月15号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周先生的留言下面呢，有跟他说，我找了一些原因，他并不是因为开120跟开60的萤幕更新率，那我把我找的原因都贴给他，他就看完了也没有说什么，他就跟我说谢谢，然后就没了，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讨论。我就想说，那他是不是可能已经 get 到了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往下讨论。那在之后呢，我又发现他一直在留言下面留出相同的内容，而且就算是有网友跟他说，网友自身的经验是，他在更新的时候冷机不要插着电充电，这样去做更新。连网友都有跟他分享说自己的经验，他都直接说谢谢，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讨论了。甚至呢，还有其他的网友跟他分享说，网友自己去问过工程师，工程师说跟开120或是开60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。然后甚至周先生还会直接回复他说，工程师都是制式回答，据我观察，有滤线产生的手机似乎都是120更新频率加上无线充电，已经真的已经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验，而且呢，还有人跟他说好生气哦，都已经有网友跟他们分享了亲身的经验，他还继续的在所有的留言下面留出这样的内容，因为这样子一直这样子留言下面，真的有很多人会被误导。我想请问，这个不是带风向？什么叫做带风向？甚至呢，还会出现用分身账号来自言自语做对答，就是用反串的方式，就是一人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这样子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有去攻击其他的品牌，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个，可以送修看看，或许可以通过，如果不能通过，看是否要换其他品牌手机，或者买 S23U， 价钱比较合理。我之前呢用的是华为 Mate 20 Pro， 使用2年4个月，直接黑屏，连资料都救不回来，供参考。这不是攻击其他品牌，什么叫攻击其他品牌的行为？好，那再来呢，因为其实我在上一支影片的置顶留言有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为什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判断对方是写手这样子。那这位网友呢，就是他说他看了我的置顶留言，我只有分析没有100%的证据，他没有办法苟同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120的更新频率呢，又有多少%的证据？因为这些讯息都是很零碎的，就是来来回回都是很片段式的讯息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你把你的手机 email 给我，我们就用通电话的方式讨论会比较快一点。接着呢，对方就把联系方式寄给我，我们就通过 LINE 讲了电话。这通电话呢，一讲就讲了53分钟，因为一直在跳针啊，所以就讲了很久。那我把那个重点给抓出来。重点就是第一个，他希望我把对方的留言给删掉，或者是打马赛克。那第2点就是我发现他的思考的模式跟我是相反的。那我的思考方式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留言的内容让我觉得很可疑，所以我去分析他的行为动机，还有他的立场跟身份。那对方呢是先帮他的立场身份做解释，就像是他说对方可能是一位退休的阿伯，只是他在家比较无聊，然后又很热心，所以帮大家就是上网找原因，这样就去做一个分析跟调查。好，再来第3点呢，就是对方提到了一个呢还蛮专业的用语，出圈2个字。我之前没有听过这2个字啦，就是我不太知道出圈是什么意思，后来上网查之后，我才大概知道说它是一个网络的用语。跟这位网友通完话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对方的身份呢好像不是这么的单纯，他可能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位网友，所以我就去拉他的 email 出来去看他背后的代码。于是我就发现了这一串的字串。
outbound protection outlook.com。一般情况下，其实个人不太会使用到这个功能，因为它会有费用，再加上它在设定的时候，它会有些难度，所以它会有个门槛。透过获取到这个讯息，我就更加确定对方呢的立场并不是这么的单纯。那攻击的部分呢，我就挑一篇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位呢叫做 nono999 的开司。他就说来，我们一步步的分析下去。那他就帮我把我的影片的每一个的影片做个截图。那我也蛮谢谢他，就是帮我做个宣传。那他就说看完上面觉得我的专业是什么？如果我的专业不是手机，也不是荧幕的业内人士，那我讲的这一篇怎么大家就相信了？好，那什么封装，什么高温挤压碰撞等等，不觉得我是在唬烂大家吗？好，那再来大家就可能自己看一下这个内容。好，那快速带过，我们就直接看它的后面的最后一句话就好了。你又怎会相信奇怪频道陌生人说的一切？所以他的目的呢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相信影片所讲的内容，所以前面呢就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攻击。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单纯的网友的话，他为什么会担心大家相信影片的内容？一般的网友不会担心这个啊，那只有谁会担心？只有品牌会担心啊。那为什么品牌会担心？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讲到了重点，讲到了品牌不能跟大家就是公开的原因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？所以开始慢慢的呢对我有一些攻击。好，那么到底自救会里面呢有没有写手？当然不是我说了算。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数据。这份数据呢是从5月到8月3号的数据，加入自救会的人数可以看到，在7月12号这一天呢有一个非常不符合逻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曲线，它简直就是一个像是火箭冲上去的那个曲线，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。好，那究竟有没有写手呢？就请大家自己去判断。最后呢，要跟写手做一个公开的喊话，你可以选择继续攻击我，但是任何你攻击我的内容，我都会用公开的方式来回应你。同时，我会释放出更多手上目前呢所掌握的一些资料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